印度的新航母终于开始了海试，坚信领先中国一代能给印度的精英阶层们带来多少满足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经过了长达15年的孕育，印度的第一艘自造航母终于在下水之后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这艘重达4万吨的巨舰一定会让印度海军有新的自豪，虽然它现在还没有安装窗户。有人说印度这个国家老百姓特别容易满足，所以只要印度官方做出一点新闻宣传，就可以把自豪感营造出来。所以呢，印度这艘新航母一试航，印度媒体就开始宣扬了。说实话呢，印度这个国家也是穷孩子出身，一路艰苦奋斗起来的，底子薄，进步慢，很正常，咱别嘲笑人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里边它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了。人家现在能够自己造喷气式战斗机，不就是研制生产太慢了吗？人家能够自个儿造军舰，不就是每艘船下水次数太多吗？人家还能够发射航天器打击月球，不就是着陆的时候脸朝下吗？最后一条连宇宙大国都做不到呢，所以有什么可以嘲笑的吗？不管姿势和速度好不好，有总比没有强。所以印度的自豪是有一定资本的。只不过呢，这次印度对新航母的评价还是让其他国家有点惊诧，因为印度说印度这个新航母维克兰特号比中国航母要领先一代。印度的理由是什么呢？印度认为自己是使用航母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他们对航母的了解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不知道这个英国和日本看到印度防务新闻和欧亚时报这么报道之后会怎么想？印度媒体还认为这艘维克兰特号设计开始于1999年，而中国的山东号、辽宁号2艘航母，它的设计追根溯源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苏联。既然99年要晚于70年，那肯定是印度航母设计要比前苏联的先进，那自然就比中国的还要强一点。这是印度人推论方式。而且印度航母呢比辽宁号还小，但是载的飞机呢又比辽宁号多。印度人讲话，这证明了印度的航母设计更为优秀，更为紧凑。只要有了2艘航母，而且其中1艘还如此先进，足以保证印度海军可以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2线同时作战。原来呢，他们把山东号、辽宁号的起点都放在了上个世纪70年代。按照印度这个说法，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人说再不努力，上海的发展程度就要追上印度的孟买。其实呢，这种宣传对印度来讲呢正逢其时，因为经历过疫情的沉重打击，奥运会奖牌也没拿几块。我刚才看了一下，银牌2块，铜牌3块。印度一些高种姓人群呢，现在很需要精神力量，所以这个新航母一下水，就能把这个民族自信心重新的凝聚起来。所以印度这艘新航母虽然目前还是毛坯房状态，但是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海试了，不能再等着安装雷达、电子设备或者给窗户安上玻璃。等这些都装好了再海试的话，有可能北京冬奥会都开完了。而印度国民呢，反正是自豪一阵以后，这个海试之后的进度应该会被印度人所忽略和遗忘，后边的事情进展快不快都跟印度媒体无关。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海试后，维克兰特号肯定得回厂要继续完成建造和西装。如果这中间不出任何事故，才能够推测下一次海试的时间。而与此对比，辽宁号2011年到2012年完成10次海试，山东号交付部队前海试次数减少，动作更为紧凑。紧跟着就是进展顺利的中国新航母，下水、西装、海试、交付完成之后，紧跟着就是下一艘，循环往复。按照中国海军这个进度，我们也不知道跟维克兰特号同一年服役的中国航母会是哪艘了。所以现在面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我们看到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现象，是美国海军在发愁，而印度海军信心满帆。只能说印度的幸福来自于它的人民容易满足，它的不幸在于中国离它不远。好，关于印度的维克兰特号，我们应该如何去祝福？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